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量。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衔接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浪漫自有归途，天猫陪你奔赴。本节目由你的心动好物推荐官天猫赞助播出。半熟小屋今日为女生的邀约日。哇，这个好磕哦！我这一瞬间就是让我很心动。我就喜欢这种一点一点互相靠近的感觉。哎呦，有点和谐啊！完蛋，失掉。拿不起板。哦哟，有一点心动。哦。我的约会对象被人抢走了，跟你坐一起吧。不舒服了是吗？没有，不用，没事。今天总觉得就是咱们俩，之间肯定有点什么误会还是啥呀？我没有办法做到就很直截了当。小文真的很直率了。兄弟团大战，获胜的队伍将获得限定约会。哦，精彩的来了，走吧。走吧，走吧，走了。没问题，加油！啊，我加油吗？我不是啦啦队吗？来喽！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的一站，兄弟团大对战，挺有意思的。为我们在努力呗，就是。建莹很可爱。行，那咱们让这些男人们都干啥呢？这是。活动结果了，开始这样。第一反应就是要尽力去争取胜利，脑子里当时只有输赢，一方面就是胜负欲嘛，然后加上有一个约会特权。男孩子肯定会有一点胜负欲，对对手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来吧，咱们比拼一下，胜负欲燃烧。那你开始起名字吧，给我们点灵感行不行？帮我们来一个。那你们叫老师傅队。老师，按年龄来排的是吧？按年龄来排的。不要叫老师傅队，叫老登队吧。啊？哎，我们这个登队是那个登队。登队。我们是老登队了。我们是粤语的登队。好，那你们叫老登队了。好，我们年纪都小，叫鲜肉队。好啊，鲜肉队哦，鲜肉队。鲜肉队和老登队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一轮水球争夺战，两队在限定的时间内抢夺水球，最终大本营内水球数量多的队伍获胜。就这样吧，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去抢，就是我呢先过去，你满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是空的，可以保护。那个人在那边抢的时候，有一个人是空的，也可以去破坏。哦，有一些战术。我真的太好笑了，他们商量的太认真了，有一点。鲜肉队真的非常努力的在准备这个比赛。你看老登队在这边什么反应都没有。脑子里，我们是气定神闲。现在气定神闲，我跟你说，一会儿他肯定非常有胜负欲。对，积极一点好不好？加油！耶！来吧，3分钟计时。哇塞！哇，腿长的真是快拳！哇，好快他们仨！哇！我去破坏他们，你就管运我们的短平快，就是我走远程。OK，我呢？你就直接一边抱一边破坏，或者一边运，就你看情况随机应变。还是有一些策略啊！哇，好快他们仨！还要抢哎！家呀，原来是。干嘛呢？你去他们那边。哇，有防守！哇，还有防守！哇！相对于获取更多的水球，更在意的是能多破坏一些对方的水球。哎呦！所以呢，我觉得水球没什么观赏性可言，就是打滚就可以了。
小心哦！哇，塔塔的第一个反应是小心，而不是你要赢。全对了！哎呀 ，UFC 橄榄球，完了还有摔跤。我的妈呀！天哪，太平了，给我们卷起来了！不是哥几个，咱们赢不是目的，你得帅，你知道吗？你干嘛来了，哥几个？那边还有俩。啊！抓碎了！哇，八爪鱼一样全面碎！小心啊！卓然挺猛的。第一次看到卓然燃起来，哎，卓然平常都是很佛系的。小平不要打起来！哇！哎，小心！哎，这别卡住了！强人所难。我哥几个胜负欲都很强。小心腰！小心腰！天哪，好焦灼啊！这是干什么呀？这画面好看吗？你们哥几个这是？这是什么老杯少？少杯老？飞起来了！可我背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坏了。我有这么轻吗？他能把我直接背起来？文刀的 PK 真的太可爱了。这怎么玩 ？No！ 哦！No！ 哦！裤子全湿了。哎，累了。泡摔泡呢。哎，会碎的。啊，全碎了！没有一颗，大家都没有一颗，都别活，乱来了，大乱斗。他们的原则就是一个都别活。不是开始打水仗了吗，哥？用自己的球打别人。杀敌1000，自损1500。累了。老东队行不行啊？老东队体力。不要过度对抗，我觉得不要过度对抗，好吧？大家还是玩球。对，体力都没了，他们这样一轮下来。现在时间过去1分半。其实老墩队是有很赢的希望的，可是中间突然间变成了水球大战了。对。可以！加油！小鲜肉们还可以哎。登堂入室。又来了！小心一点！小心！小心一点！我的妈呀！这都别活了，这都直接不讲武德。天哪！赢真的这么重要吗？哇！等会儿。僵持住了，时间到了吗？现在还有1分钟，快结束吧，太难看了，他们哥几个。我估计现在女生的心动值应该都降到0了。跑了一个，完了，直接阵亡，完了，快去！大哥，控制一下。40秒！啊！加油！哎，给他抱住！加油！我要守住一个最强的。还有多久？还有30秒。现在剩2个自由人。加油！投资人风险分散。哦，他很聪明。哎，其实差不多哎，你们要平局了。目前还有15秒钟。哇！哇，好精彩！厉害！我们这边老东队了，拥有7颗球，我们的鲜肉队有1颗紫色的。还是得志气。姜还是老的吧？
够了，辛苦了，很棒，尽力了。我是没有想到这个运动会把所有人的不一样的那一面全部都激发了。BK 背着申文涛来了个背摔，当时那一下我就吓到，我说哇，要玩这么大吗？我心疼了一下。我其实被男人们的男子气概和对游戏的认真态度所深深震撼。王老师在进行抢水球的游戏的时候，让我蛮惊讶的。抓碎了，八爪鱼一样全击碎。就感觉平常很安稳的那么一个人，然后他也是很燃、很热血的那种状态。厉害厉害！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2轮，缘分不落地。男女组队，2人一起颠球，1分钟内颠球次数更多的获胜。就过来，就是你手，不是你，跟你过去。就是我们不要把打太高，你们手不要握那么紧，松一点，然后面积大一点，打太高，面积大一点。溜溜。然后就是弹的时候轻轻弹，不要用力弹高。球。他们俩终于牵手了。频率快一些，频率快就到轻轻点。首先，我们一定要一方去扶着另外一个，就是主导，另一方跟随，肢体要紧密一点，就不要害怕自己接触。他们俩没在害怕啦，这力度一定不要太大。哇哦！对，单手抓住。那来吧，这组先派一位。我先来了。文涛，请问在场的两边的女生谁愿意帮助他？轩轩自动的往前走。上呀，上呀！好的，轩轩。搞笑。轩轩明明很想，明明想靠近。你习惯左手右手？右手吧。你习惯右手啊？你要左手。我想想啊。哎呀！不对，刚才不是这么握。牵上了。这样，我握着你。好，行。先试一下。好，3、2、1，开始。31个，哎，挺好的，31。可以。那你们这边派出谁？我们两个。来，最不怕肢体接触的，不要有负担哦，不要有负担哦，放轻松，要有负担哦，要紧张哦，到前面一点。你们准备好了就说。哎，小妖给他冷上了，哎，3、2、1，开始。我是游戏黑洞，但是 BK 他有帮我很多。你站那也别动，是不是？啊！然后颠，什么游戏都被他们玩成 CP 游戏啊！颠球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想把塔护住，然后呢，我俩就挺自然而然的就抱在一块儿。这个很甜哎，会有一点脸红吧，然后呢，心里有些涟漪感。紧一点。教练，我还想打球，教练。教练，这个战术对吗？这个战术不是应该快一点吗？你看看人家这个，你看看，你瞅瞅。该游戏的正确玩法。4、3、2、1，时间到。34，尽力了，很棒。好厉害哦，34。那我们继续这边出战。来，谁跟谁呢？卓然和谁？我不行，我受伤了，我动不了这个 ，sorry。还是轩轩要再来一次。来吧，来，都行。朝这边是吧？我因为轩轩是第1轮先上了，我觉得他有了一些这个经验，所以我就觉得跟他可能在一起，我们第2局会稳一些。只想赢了。时间到。52。哇，太酷了！卓然尽力了。大哥上。我用右手行吗？
垫球，我跟周林一队，他的建议就是我不要太控制，由他去控制就好了。你不要用力，你不要发力。但是没关系，我会打你的时候，你不要还高的，你就尽量接球，你的左手准备接球，如果往你那边偏了，我就这样对着接手拍，手接球。开始。7、8、9、10、11、12、13、15、16、16、17、18。主要是周幼玲在控制这个位置嘛，所以我要感受她的方向。另外就是周幼玲太高了，我必须得跳，然后去找到那个球的平衡。13、14、15，太牛了！好，结束啦！哇！好，获得52个球。52，周幼玲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男生。那我们这边开始出阵了啊！谁愿意帮助李正同学？我跟他一起。好。那你要哪只手？我都可以，你来主导，所以。机会主动站出来，其实我很自然的去跟他有一些肢体度，因为我需要为我的队伍带来胜利。然后哥儿几个现在只有对胜利的渴望，只有对游戏的渴望。哎呦！哇！你不要太重，你不要太重。厉害！快！磕到了！一个个踢开始磕别人已经。3、4、加油！结束。这边的得分是36个。最后是我们的新人，谁来跟新人助攻一下？我觉得你要不试一下，你跟我试一下，我跟你试，帮我一下。可以啊。哦，他不是说第2位是慧慧吗？因为首先我觉得我和慧慧就是有一些磁场，接触下来我会觉得她让我还蛮想多了解了解。哦，这后面他们都找到技巧了。50、51、52、53、54。啊，好棒，好厉害啊！那个手都没有，那个拉在握在手掌上，两个人都没牵手。太想赢了，太想赢了。找到了游戏的 bug。84、85、86、87、88、89。马上100了。气死！才可以这样。100可以了，这个。强哎！你真的是太强了吧！太棒了！太厉害了，我都没想到。抱一下！总数第1名的是鲜肉队。厉害！这是恋综吗？这个是啊，游戏的输赢没有那么重要，哥哥们，咱们得帅。爱情这场游戏咱们得赢呀！这干什么呢？这是？不是，但他们赢了才可以约会。哦，是吧？不赢约不了会。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3轮臂力大战。男生两手握毛巾，率先将对方拉起离地的获胜。登对，这么厉害，还没开始加油就结束了。小文先是被背起来，现在又被拉起来，连不要脸。男生里边我是体重最轻的一个，所以我玩这个游戏是没有什么优势，就有可能他们俩玩这个游戏会比我有优势。哎呦我的天！全军覆没，我们3个输在了个子太高了。哦，对，拉回来。主要是你太重了。最后一个中了，没事，让2追3。让2追3，少让点吧。哇，拔河。走。赢了！追！没关系。这么离谱吗？结了，太狠了！辛苦了！抱一下，我觉得这一帮没有，还有撕名牌呢。哦，还有撕名牌，还要撕名牌啊？这么激烈吗？女生也参加啊！我觉得这个我不想撕女生。说不想，一会儿。
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啊！我不想，不想。比赛共分为2轮，第1轮男生保护女生名牌，女生名牌被撕干净的队伍失败。哦，怎么撕一般都做或用。不是，搞学习一下，你直接反应超小呀！你直接撕那个脚。现在开始选择第1轮的搭子，第2轮可以重新选择。那我跟你对吧？好。哦，哎，柳柳，那要不要再跟我搭档一次？可以啊。谢谢。对，来，杏仁保护我。啊，我跟他搭了。啊，你跟他搭了啊？那李正，对不起，打扰你了。没事。可以的，可以的啊，没事，你们都搭好了，我在这。哦，只撕女生。哎，这啥？直接躺平了？直接躺下。你这样抱牢一点。走了。你们站后面，你站后面。哎，幼林那个站我后边去。不是。大哥。小心。保护我。你在那干嘛？董老师保护我的时候，其实我挺感动的，就是像一座靠山一样稳重。男友力，男友力，这个好磕。他一个很大的力道卡着我的脖子，拉着我走，我感觉自己是只茫然的小鸡。他是挟持了他，还是在保护他？挟持了。松手，我给你，大哥，我给你，大哥。松手，我不行，真的不行。大哥，我给你，大哥，真的不行，不行。哇塞！哦 Sorry， 还有人吗？躺地板的怎么了？不是，咱俩这个。你让他们过来。啊？闲住。金宇，别走啊！翻面，直接翻面。Sorry， 我有伤到你吗？还有人吗？轩啊！当下我是一个人在另外一边的角落里面，然后林李正直接过来想要撕掉我，我心想姜文他在干什么？对不起。没事。他在道歉。你 OK 吗？你 OK 吗？完喽！没事。我没有伤到你。没有。Sorry， 不好意思啊。没事吧？当时那一下我心情是有点不爽的，我心想说好的男生要保护女生呢，又是个误会的种子，这是一个误会。还有人吗？哦，你到后面，这边，卓然，卓然、丹琪，这挺帅啊。还有谁在？卓然。好，这个撕他，直接撕。哦。哇，剩下丹琪，我们赢了。厉害。然后完全不管我，你被谁撕下来了？你是。他直接就撕我和撕他。啊，没有了。迟来的关心。他把我。你 OK？ 我还以为你把。你伤到哪儿了？迟来的关心，也不要。他也是，哎呦，这个，哎呀，没事。我当时其实也在自责啊，因为我们俩是一对嘛，就是没有保护好他。你 OK 吗？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不，我们不要强撑，不要强撑。没事。女生说没事的时候就是有事。我谈不上生气，我只是觉得，气死我了！我都已经太过分了，我也气死了，都是林李正，全是他撕。也完了呀！他真的对女生好不留情，他直接把我拎着转了5、6、7、8圈呢，转完以后往我地上一摔呀，太狠了他！懵，全懵，就感觉在坐过山车，我要报仇。
当时真的是复仇之心熊熊燃起，我真的是被林李正激怒到了，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赢，想把这个人撕掉。眼睛里只有复仇，必搞他，没有别的，引起公愤。我要把肖文涛给撕了。姐妹们上！就等你这句话呢，就等你这句话。你眼里的目光就是我的战场，撕就完事儿了。DK 好可爱啊！我们气势上绝不能输。家人们抱一下，加油加油！享受比赛，享受比赛。已经结下仇了，已经结仇了。开始。只是男生了。好吓人啊！不要，你不用撕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哥们儿，爱情这场游戏输了，以为赢了是吗？以为？林李正溜得太快，林李正溜的时候，我转头一看，季宇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的状态下，我就想说，那我就头也不回的，我就直接冲向了季宇。是的，你敢来？季宇在这干啥？季宇，这是什么啦？抓羔羊啊！反正我当下那一下，我就只想赢。慧慧，他要报仇。慧慧，哎，我要干嘛？你呀，这钱报仇了，报仇了！我撕了小林的名牌，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好厉害。好，完全投入在比赛的这个紧张的氛围之中，然后可能我之前做的可能过分了吧，然后我好像也忘了我来这里是谈恋爱的。你真的忘了？你还知道？你还知道？那就这样吧。厉害厉害厉害！他还在地上。慧慧。谁？周有龄，周有龄完了。完了，卓然暴露了。哦，好吓人！哦，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哦。不行！啊！哦，我伤到谁了？我伤到谁？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吧？没事，我完全没事，我是为了保护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轩轩好像就是真的是杀红眼了。轩姐已经骑上来了，他直接坐在了季宇身上，就是为了要撕他名牌。他那会儿的状态应该是一定要赢。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他要报仇。我会庆幸我不是轩轩的对手，而是他的队友。这也厉害的。没有，我是保护你，我是为了保护你。甭管你是谁了，谁我都要推开。然后我就一直在地上打滚，然后找空就钻。唔好意思啊。我。不行，宝宝，不行。没空，轩只想等一下，我手，等一下，你说就行了。等一下，我手你被扣下去了，等我一下。季宇已经在求生的呼叫。鞋已经掉了。2-3个人绑着我，没有立刻把我给拿下。你弄不开的，你放手，你除非把我杀掉。你放手吧。慧慧，没有痒痒肉吗？慧慧，我想让他出现，
他不一定能救我，但只要我看到他在我旁边，我可能就会有一股力量，我可能会绝地反击。会。你把这个抱起来！哇塞！太激烈了！我的妈呀！好无助的名牌。掉了吗？没掉。Nice。你除非把我杀掉。哟，真厉害！很棒。哎，鞋呢？自己送去。我爆了，用我遮头。你给我震飞了！我多亏了刘刘，我没刘刘我就没了。厉害！哎，厉害！把鞋穿上，我刚被锁住了。还好吗？很棒。我听到了，但是我过不来。没事。我慧慧的性格好好，马上解释，去解释。好累啊！我不行了。你终于出现了。我想知道这一轮过后，大家还能对彼此心动吗？还能心动吗？我觉得心悸指数比较高。好累啊！我贼饿，我跟没吃一样。我也是。你们太猛了，太牛了！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老骥伏枥啊！老骥伏枥。开饭啦！我买了冰淇淋，烤鸭也到了。我点了潮汕牛肉。我点了那个顺德鱼生，这个巨好吃，太美味了，各种菜系。太想吃烤鸭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烤鸭，鸭架巨香。闻着就很香。所以这个鱼生直接站进去了。什么？烟花，放炮了。走，看一下，去看一下。哇！好漂亮。昨天跟周林我们在海边的时候也看见了别人在办婚礼。昨天唱歌的时候，后面也刚好在放烟花，特别巧，有一些缘分吧。他觉得有缘分。人在陷入这个恋爱的时候，就是会这样。爆炸恐惧有点。咱俩一样，听一个声音，你回来了。他们在海岛办婚礼，跟我们又在一个地方，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吉祥的、美好的一个见证和寓意。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里，不仅收获友情，也能收获爱情。哎呀，好看，挺浪漫的。哎，他俩太配了！哎呀，太配了，他俩。哇，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氛围好好。人齐了，先人来一杯。来吧。干了。干了。这杨洋老师，你确定你主持的是少儿频道吗？我感觉这个不像。我是少儿。你是少儿吗？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不是你要哄我吗？哇，你好会呀！天哪！想被宠了，想被宠了。好开心啊！今天，我觉得不打不相识。今天董老师向我冲过来的时候，我以为哥斯拉来了。因为长太可爱了。哥斯拉。不是男生要保护女生吗？怎么没有人？人呢？私人去了。他在那儿假模假式的，我保护你，然后保护我就走了。我想撕大哥，结果大哥啪一个压身，我根本。当时过来，我看都不看他一眼。大总发言。我又那么弱，毫无杀伤力可言。
啊，嚯，发朋友圈了是吧？就开始发朋友圈了。Money comes, money goes, money don't matter who we can be more. Gotta be so moment. 我们先说说这个刚刚比较激烈的运动会，真是绝了，看的是此起彼伏。你们什么场景下就是完全胜负欲爆棚？我的胜负欲是取决于，如果我要决定做这个事情，我要做到我自己不后悔。如果女生跟你，比如说比赛颠球，那肯定让着对方啊。那你前一秒是不是说自己有？但是比如说，他也是想，因为他想让他的爱情赢。啊，对不起，说的稍微略微有点油腻了。你说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爱情赢？为什么这样 ？OK， 你为什么让他呢？那让他是因为让他赢了，比我赢更重要啊。你赢的是他，赢得了他的心。不是为了赢了他的心，我是为了让他赢得了他自己。这不油吗？不油啊，因为你没有眨眼睛。对，如果是我说，因为我是让他赢得他自己。这才有啊！其实胜负欲并不是你时时刻刻胜负欲的，其实人都是在自己在乎的东西上会有胜负欲，你的胜负欲还跟你自己判断自己能不能胜出的地方的能力紧密相关，很少有人会在我完全赢不了的场合里面一定要去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胜负欲它是有非常积极的一面的，就是你会去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可能在这方面觉得自己可以去斗一斗，这个地方是我在乎的，只是在乎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可能你的能量就消耗掉了，所以适当的胜负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现在回顾柳柳和周幼玲和这个李正之间，因为他们都得到了一句话，叫做“他想了解我，我想了解你”。对，我想了解你。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大家会怎么理解？就是柳柳的这个表达。我觉得他第一个，周幼玲已经刚在那，大家架在那，他如果不说出“我只想了解你”的话，他会显得让周幼玲下不了台。我觉得周幼玲这句话比较算是要来的，可是我觉得李正他是先说，哎，不好意思，如果连你压力我退，他是以退为进，对，女生自己跑去说没有，我想了解你。但我觉得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咱们就半熟恋人嘛，大家都是成年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想了解更多的人，最终我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我觉得这个行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我觉得也是，因为首先作为一个女生出发，她很容易会有一些纠结的心理，这个心理我是能理解的。然后尤其我觉得在录制它是有时间的限制的，那在这个限制内，可能她想要去更明确的确认自己的心意，她必须要多去接触嘛。如果只是在跟一个人接触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可能她最后的那个选择也不是特别的想清楚。当然，开始了，来吧。去了，没悬念组，毫无悬念。我看的是他的朋友圈，我没想到他会发这张照片。早熟。就是他在大家一开始相处的时候，其实不管表情管理啊，还是说行为举止啊，其实都比较拘谨。对。哦，我看了 BK 的朋友圈。哎呀！你俩私发就可以了，其实。老人味比较重的一句朋友圈的话，所以我刚开始看了以后就有点想笑。老人味就是有点像爹系关心的那种。
但是其实他向来的作风就是这样子的。这几天的相处里面，我已经有点习惯了，其实也挺温暖的。这么开心干嘛？我来聊聊。慧慧，你肯定聊聊。柳柳，我第一天在机场见到柳柳，说实话，我觉得那时候是心动值的阈值是最高的时候，但可能我们其实更适合做朋友啊，因为我能感觉到别人对我没意思嘛。昨天柳宁过完生日之后，我们要坐在游泳池边拍照，我们坐这边吧，我给他留了位置。要不我坐？我不知道谁提的，忽然玩游戏了。可以啊，你坐过去，你可以。你坐过来，坐过来。哦。如果没意思，是能感觉到没意思的。他很敏感。啊，那很好啊，对啊。来。啊！点错了。手滑了。我看朋友圈看的是慧慧的，因为我觉得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哦，那要不要再跟我搭档一次？可以啊。谢谢。他们搭档2次。慧慧，我听到了，但是我过不来。没事。我也发现我和西慧很相似。是放轻松，我觉得不是给我的，我不知道，我拿不准。我可能是说给自己的，也有可能。我看了肖文涛的朋友圈。哦。他的朋友圈不是发给我的，因为我们2个今天没有接触，我们2个只有打照面的寒暄。但是他的内容是今天很开心，你心情好点了吗？那应该和我没关系。他今天的开心也和我没关系。他说的心情好坏也不是我。文涛到现在大部分都是发给学娟的。对。我朋友圈发给了肖文涛，我希望不要给他压力，所以也放轻松。放轻松。我一脸困惑。你这是什么表情啊？朋友们都把这个心里话写脸上是吗？轩轩，我晚上看到肖文涛的朋友圈，他发的是今天运动会玩得很开心，你心情好点了吗？前一天晚上在泳池旁边跟他聊天，我就很像个刺猬啊，满身是刺。哦，他也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你看，就是知道啊，就是那种一下，那种一下。对，在我内心不明确的时候，我会想用这种方式把这个人推远，这样至少能保护自己。但是他没走，他还在那硬陪我陪到4点半，快5点。纵使他对我很无语，还是很认真的在向我表达。看到这个，我还是挺开心的。他感觉这种方式被宠溺到了，绝对是偏爱了。我朋友圈发给的还是轩轩，我感受到他昨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想说他今天的状态就是
在我们玩完这个游戏之后，有没有稍好一些？我看的也是轩轩的朋友圈，他说的是不是说好男生保护女生吗？你看看，撒娇娇，这就是撒娇娇啊！人呢？我其实当时想笑，但我一直在忍。我就是觉得他在那一轮游戏当中没有保护我啊，就是内心很直接的表达这个，但不是带着生气的，可能带着半撒娇、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吧，一定不是一个生气的情绪在控诉他，你为什么不保护？不是这个情绪。我当时其实也在自责哦，就是没有保护好他。story 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 story 耶。对。看了董老师的朋友圈，看他的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我确实互动上可能只跟董老师还是相对比较多吧，所以看别人的也没什么太大意义。特别好笑，因为他的朋友圈分了2节，我是先看到了烟花易冷，然后他隔了很长才有个谢谢给我预留的牛肉，前面很文艺，后面又很生活。今天的朋友圈是发给了建莹，因为那个建莹点了潮汕牛肉嘛，然后我当时没回来吃，还帮我预留了一些。突然快，潮汕牛肉太受欢迎，就剩2块了，给你留着呢，来快。谢谢。被放在心上的，被人惦念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至少是，有顾及到我的一些需求吧。大家都喜欢这种被人记挂的感觉，对，被记得。丹琪这2天，因为他有主动约幼琳嘛，我觉得他对幼琳可能是有更多的好感。他都明着说了。对。跟建莹的发展，来海南之后单独的约会，那我觉得我们2个现在就是正常的朋友接触。我看了建莹的朋友圈。哦，他看建莹。互看。他说人群中依旧你很稳，不确定发给谁，因为没有特别明显的指向，我觉得。我是发给董老师的，我觉得可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也释放了一些信号，但我还是会担心董老师会不会误读成其他的意思。你误读你夫妇。到我了。他应该很明确吧，只能是看幼琳啊。今天朋友圈看到周幼琳的，她说她过了一个很开心的生日，谢谢你。我不知道她说这个你是指谁，因为她发的是我们后面大家一起 party 的照片。我的朋友圈也是发给幼琳的。目前我跟幼琳，我们只是在一起相处很愉快而已。我觉得2个人相处之中，我更看重的是我自己在这段感情中我自己的感受。他很明确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感受。哦，柳柳，我好紧张啊！我也是，每一次到他就很紧张。我觉得他看李正，我觉得他看幼琳。悬念来了，看的是幼琳的。
肯定是柳柳，毫不犹豫。肯定是柳柳，毫不犹豫。单骑的话，昨天单独约会，特别是唱歌那一段吧，我觉得还是有加分的。但是今天看的朋友圈是柳柳的，他说的是生日快乐，等月光洒下来。生日快乐肯定是我嘛，对吧？很明确。等月光洒下来，有点没看懂，但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不是发给我的，就是这两天我觉得柳柳对我的回应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对别人的回应就是跟我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的朋友圈也发给了幼林，我觉得他生日，想要发给他，这不挺好吗？看了还是许亮朋友圈，他发生日快乐，月光洒在什么地上？幽灵啊，只有幽灵过生日啊。淡淡的哀伤，淡淡就是有一点失落吧，就是对，会有一点失落。如果说我之前过节的行为会给他造成压力，让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我没有觉得你前些天的那些主动让我有负担，然后我很欣赏你的直球，然后加上我也主动去说我会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并且得到他的反馈说我也想去认识你，我想了解你。哦，行。前几天我看他每天都有看他朋友圈，但是我都没有看懂。但是我今天终于看懂了，对他唯一让我看懂的朋友圈，也是暗示着我，就是应该要体面的去，不要去盲目的再去做出一些行为或者是追求了。对，这是柳柳最直接的一次朋友圈。对对，最直接的。陷入沉思了。哦，回去了。好的。然后见。你咋样？有其他好感的人吗？我感觉到我自己在努力让自己去对董老师有一丝上头的感觉，但是你不觉得我在努力这事儿就已经很不对了吗？对，这种东西不需要努力。我跟董老师待在一起，我们两个的喜好啊，包括生活方式啊，就是很能聊得上。哦，他给了卓然。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一种生活方式，他生活方式当中有很多点其实能够让你很欣赏。你的才艺啊，你的作息啊，或者你料理生活这种规律的程度，我觉得生活其实就是在这种蹉跎重复当中，不断的去把这些小的东西给量化，然后再实现。我觉得我们这个很有意义的。我觉得也是。董老师说话好理科生哦，就是量化。但是我至今没有找到跟董老师特别心动的那个时刻。我觉得我在爱情里面可能永远都是需要一些激情、一些孩子气、一些很热烈的东西，那可能才是爱情。我觉得爱真的是要让人超出自我的很多东西，是一种新的成长。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我现在有点有这个意识了。就怕认识不到。我觉得人只要认识到了，就会逐渐去接近你想要到达的那个境界。知行合一嘛。对，慢慢来。是。先知后行，一点一点来。他们俩就没有火花。但是有点难以想象他是我男朋友，就是心动浓度值还没有达到很高。
那你要问自己，你还有没有第二个好感度的人？就除了他以外，可能文涛，他好明确哦。那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就约文涛夜聊一下。但我确实感觉最近文涛没有很愿意，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就变得不对劲了，就突然变得很冷淡，是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我干了啥？你只是来的晚。来的晚。再看看，因为你不觉得每天的变数都挺大的？好像是这样。而且你每天通过不同的游戏，你对一个人也会改观。他开始教学了。我觉得就要聊当下，就要聊对小屋里面你这几天的感觉，相处起来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怎么样？哎，把这一套今天晚上先学会，先用在文涛身上。哟，三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我是一个需要自己独处来恢复能量的人，对，我不是那种需要每天很热闹的那个状态。唉，突然觉得时间还真是挺快的，其实都一半了哎，我感觉我怎么还这么茫然呢？没有接话。是的。那你呢？这都10几天了，你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你会比较明确吗？还是比较茫然？相对明确。轩轩。哦，回答的好，他好直接。比如说 ，OK， 如果有下次约会，我肯定一定是邀请轩轩。肯定一定是邀请。轩轩看到可开心了。对于感情这种东西，就是它只能是顺着来。对。还是看感觉的。我是完全是跟着感觉去走 ，OK 就 OK， 不 OK 我一点都不会去后悔。他是很坦诚、很直接的说出已经有确定的心意了，所以我就能 get 到，哦，那可能一直以来是我会错意了。那个朋友圈是我在小屋里最心动的一次，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见过一个人为我发这么温暖的朋友圈。回想一下你过得咋样，感觉其实应该是写一个他今天没有一起度过时光的人。那我也想骑马，我也会来着。行，咱改天去骑。那就一切都很解释得通了。就他心里其实一直想的是轩轩，他对我也没有任何的暧昧或者是边界不清的状态。你冷不冷？要喝热水？哦，不用，谢谢。我去拿点肉肉。你要吃啥吗？我不用，你吃吧。要不咱俩练琴吧？我好不容易我休息1个月，你告诉我咱俩练琴吧。对不起，打扰了。那如果是会错意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对文涛有很多刹那间的心动，我觉得那是很珍贵的。但是他距离真正发展成爱情，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哦，他突然清醒了。展开说说吧你。这没有啥可展开的。我走了，我准备睡了。早点休息吧 ，baby， 拜拜。哎，你看他就不内耗，他就是问个答案，问完就是。而且他对自己内心也很清楚。讲清楚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也是释然的。这是一段可以止于友情的很美好的关系。好棒。就是点到为止，明白了。对。我打算去找文涛聊一下。啊，他也找文涛。哇，文涛真的太受欢迎。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尴尬，就明明大家其实刚认识，没必要这么尴尬。你们现在尴尬的点在哪？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拧巴吧。就是我最起码要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我觉得不要把人觉得，感觉太主动了。2个老师的课是不一样的。对，一个主动去明确，一个是你太主动了，不要太主动。那我应该怎么办？我不喜欢这么拧巴，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和轩轩是有互动的，所以我需要去
去主动找他，找一个确定性。这总比瞎琢磨、瞎想好。对，我打算去聊一下。下去社交去了。你去社交吧。你看不同的内耗的处理方式。文涛聊一下。好。文涛好忙哦。哎呦，我的腿呀，今天好累呀。因为昨天吗？哦，我觉得因为昨天。就是我首先要跟你说的一点就是，我不是说跟你表达很多东西，我是要给你压力或者怎么样，但是我需要去消除自己的一些不确定性，就是这一点上可能我自己也比较自私，就是可能因为我太内耗了，然后我想先问你一个，就是我今天看朋友圈的时候，今天很开心。你心情好点了没？所以你发这个的点是什么？很直给了。因为我其实，不能算在你没来之前，甚至在 story 之前了吧。就是我接触的更多的是轩轩，和他相处的，我会感觉相对来说比较舒服，所以。可能，所以我也没有去接触其他人。所以我朋友圈几乎就相当于我们俩就是有时候对个话。懂了。就是我第一天也的确没有感受到你们两个，所以，怎么说？因为我们俩的感觉，首先肯定不会像 BK 和瑞塔那样。就我们俩中间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因为可能各自都有一些不确定吧。所以我们在做的也就是去尝试接触。所以我们昨天是怎么样了吗？就是你在那没有，就其实昨天我觉得白天都很开心，但是我就是想要看到一点点的反馈，但是我没有看到反馈，然后我就带入了我自己，就是如果我是这个样子的行为的话，那。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我就会内耗，所以我就想问清楚，因为但是现在问清楚了就好。挺难回答的，说实话。很难回答，这很难回答。所以你问我，确实我最近的朋友圈都是发给轩轩的。因为首先别人我没有去怎么过多了解，我跟其他异性就是真的大家很好的朋友。然后呢，我也是在跟轩轩我们一点一点去慢慢去接触，所以就我俩的朋友圈相当于我俩在对话一样，明白。心碎了。我明确的去了解到了他对于轩轩那种类型，更感兴趣，或者说他们一直有在接触的话，那 OK， 我也不想让我自己继续内耗下去，所以我就坦然接受，并且就是我也希望他们好。OK， 没问题。没问题了，老师。不要叫我老师，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叫我老师，我直接给我叫大了20岁。慧不属于内耗那一类型啊。对，我也觉得她完全没有内耗，她很清醒。对，建莹和慧分别找了小文聊天。我们先说说这个建莹吧，在这一集意识到了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很喜欢她最后说，就算是个误会，也是个美丽的误会，挺好的，给她自己也带来了一些她对于爱情观的一些印证。对，心动不是假的，就是你还是心动，你还是开心到了，只是搞错了，但是还是开心的。对，那份心意还是很美的。对，文涛非常明确的给出了回复，就是我的心意在轩轩那边，但是如果那两个女生不来问的话，文涛也很难去开口，主动开口跟你说我喜欢轩轩啊。对，就是你不来问，我也很难跟你去说这个事儿。对，广志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我们很希望对方很坚定的站你，可是呢，如果有别人来向你示好，其实你会发现，你作为一个体面的人，你其实不太能够直接跟对方说我对你没意思，因为别人也没有向你表白。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拒绝别人，但你能做的是跟你身边的人告诉对方说，
我有人了。对，所以你不能直接去拒绝，但是你可以做的是告诉对方，我现在有确定的身边的人。对。其实刚刚建莹在短片当中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大家怎么理解 Story 说的这种在这个年纪的心动珍贵的感受？我觉得会变得更难，门槛更高了。对，因为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你的阅历也多了，感情经历可能也会相对来说丰富了之后，你的那个线会很高，也会竖起一个防火墙。所以那个时候的心动，在我看来，可能它会显得更珍贵。我认为心动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递减。心动其实是无关年龄的，但是心动之后要付出的行动，反而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步的变重，而逐步的要去思考，我要不要为我这个心动去买单。所谓的心动，从生理角度来讲，叫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它的逻辑叫期望原则。一方面年龄大了，很可能你的期望会非常的高。光刚刚讲的说心动跟年龄没关，是因为很多人一直保持着对他人的好奇心，所以他一直把这个期望值放在了不是更高，而是更多元。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就会保护好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心动的要素。半熟恋人特别好看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很成熟，所以呢他能及时止损。所以我觉得建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心、相信美好，所以会有心动，但又从心动到行动，怎么去很好的处理的一个范本。很多时候，如果你觉得自作多情，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啊，说明我还蛮相信美好的，我是有情人，对，我是值得的，你应该是喜欢我的呀。有情人才会自作多情，无情人就不会自作多情。对。Hello， 有看到柳柳吗？柳柳刚刚去那儿了。去那儿了？那个洗衣房里，你看一下。哦，这还有洗衣房啊。幼龄的这种积极就真的是很棒。就是因为你赢了游戏嘛，然后有个邀约特权，然后想去问一下明天去哪里玩。感觉精彩的故事要发生了。柳柳刚刚在这吗？应该在屋里吧。哎，不行，我得去找一下柳柳。哇，跑起来了都。柳柳，疯狂找柳柳。柳柳，有看到柳柳吗？你还在找柳柳？大哥，你要不然登个寻人启事吧。重金求柳，找了半小时了。他就在门口，我刚看见他了。一个人？一个人？对，你过去。得先问清楚是一个人吗？一个人那我就放心。哎，你怎么在这儿？在干嘛？我在这里吃零食呢。在这里吃零食？为什么在这吃零食啊？心里很乱，自己吃个零食吧。好吧，那我在里面等你。拜拜。Hello。李正。啊？你稍等一下，找个地方聊一下吧。怎么回事？聊。你不想聊也没关系啊。谁找谁聊？柳柳找李正。要不下楼吧。Rita 太可爱了。柳柳进来了吗？楼下，跟那个正正一起。啊？站着或许也行。坐着吧。来吧。太尴尬了啦！对呀。就是我跟他约好了在里边等他要说事情嘛，反正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出现在泳池边，跟李正在聊天。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做法，所以我就有点疑问，然后我就在泳池边等他进来嘛，就问他到底是什么个想法。哎，柳柳呢？那儿。哦，那是谁啊？李正。哦，目睹全程。来吧。你啥反应啊？找你聊又不乐意。没有啊。没有，就是我明天想发起一个 mini date。不是吧？哦。然后想邀请你。不是，其实我好吧，我今天还是看了你朋友圈，
然后我们每一天的朋友圈内容都是对自己好感的异性对发起一些东西。如果说之前我没有读懂你的朋友圈的话，我觉得不算什么。但是今天我是读懂你朋友圈，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身体一些本能反应，还是一些心理的状态，你可能都会偏向幼龄。然后我作为我自己本身性格、内心的想法来说，我会选择离开、退场，礼貌退场，是这样子的。怎么样？今天一般。看的谁？新人柳柳，唉，怕发的大哥，那就挺明显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做法太过直接，让他怎么样？我觉得不是。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不太同频，就是连对，就是不太懂对方在意的点，所以我觉得我每次都听不懂他讲话，他给我总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然后今晚我是彻底明白了啊，没关系，祝福。这会儿男生心里应该很乱吧？对。然后我也说，你不需要觉得你在伤害我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不需要被怜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唾弃的东西。真的，真的。我觉得感情中没有什么好伤害的，可能说我因为之前什么小赌气说啊你怎么没有选我，其实这些都是屁话。对，我觉得你要去做你自己，你要去追求你内心所坚定的东西，这才是可是我想打断的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算怜悯。你的心意其实已经很明显，我觉得你不用说照顾我的感受，我觉得你不需要。我觉得你要去勇敢的去追求你所认定的或坚定的东西。我对你现在完全不是说怜悯，想要照顾你的感受，我也很直白的说，我就是想了解你。啊？我觉得我两边沟通都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是我觉得沟通有些错位，然后让我会有一些退缩，就是我觉得能聊到一起很重要，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老是聊不到一起，然后有一些是我觉得就是接触时间太短，我想要再去深入了解一下，然后我不认为说我们集体大家在一起玩的时间是在互相接触的，所以我才会我需要明天发起一个 mini date，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看来是。我可能真的理解错了吧。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看到，比如说同时在场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说，避开，我就先不要跟每个人都互动，显得我在端水，我不想给别人错误的信号。我想要去主动做一些事情吧，就不管是了解你还是了解幼龄也好，我可以很直白的说，我觉得就是好感社会这个东西，我也想明白了。我们这个时代没事，这个好感社会我完全不在意。接触就是少，我也觉得不想说，就是凭借一些好感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去做一些鲁莽的事情，这个绝对是我不想要的。我还是想说去了解，然后如果能够说清楚的话，对大家都好，不管是有结果还是没结果。那如果是说我误解了你，我就首先向你说声抱歉。没事，就是我，但是你先说。但是还想说，我在感情里面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1v1的关系，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本身每个人都是带有主观去思考或者去看待一些事情的嘛，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么直接，我没有办法拖着耗着。然后也希望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有没有机会进行一个，就是说好的约会或者是好的相处中，我们都好好体验这个过程。哇，他很大方哎，他很好，但是至少要从了解开始，而不是说我们每天所有人在一起约会，然后可能通过约会所有人的一些那种小小的，比如说啊你站我旁边也好，或者你不站我旁边也好，这种细小的这些细微的东西去猜，我觉得太累了，我不想这样。对，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明白，我所谓简洁易概，就是说不要被大环境的一些表象所影响，然后其实是可能说你对我现在其实也是想要去了解和接触的。那我明白你的想法了，挺好的，还是感谢你让我明白你内心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像你这样的女生也很难得，对你很棒。没有，我也迷茫，然后没有，我不忙了，我已经推开了所有。哇，你真的好棒，基本上很明确表达你自己。那我也明白了，谢谢。对，我其实从到小屋到现在，其实我的第一顺位都是你，对，但是我觉得只是说会给你太大压力了，但是我觉得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但是我完全不 care 你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是谁，或者第三顺位是谁，或者是还有排名第几。如果我是想说，如果今天上午有误解，因为我已经问了你朋友圈，看不懂你朋友圈，然后你今天说表达是幽灵的话，我觉得可能到你没有找我谈话之前，我觉得我应该就不去打扰你们，然后到现在你又说开了，可能说你也想要去了解我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还是可以去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彼此的，因为这个确实是时间问题嘛。我觉得现在心里挺好，反正就好好相处吧，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主动去邀请你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新的体验的话，对，走吧。我看幼玲刚才在找我，我应该会问一下她。幼玲啊，李正，你们过来一起玩啊！我要拿点东西过来吃。走啊，你不是要找我吗？求你，求你，求你给个面子。他先找我之后，然后主动去找幼玲，不知道岳阳到底在想什么，就让我觉得好感度真的瞬间下来了很多。关键的聊天来了啊！没事。咋了？又有话不说？没有呀。你先说。我说什么？你不是在找我吗？啊，那你们聊什么呢？你看他们俩的聊天磁场完全不一样，状态完全不一样。聊了一下，我想想怎么说呢？怎么说啊？就是确实，他会因为我的这种纠结，或者是说发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会内耗自己，就会觉得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然后有负担之类的，所以我就白天就有跟他聊，然后昨晚也有聊，对。那你有压力吗？我觉得我有跟他说，我说，主动不是压力，不会给我带来压力。就是那我就不理解的是，我刚才出去找你，我说我要找你嘛，对吧？我不是说我在里面等你吗？我又没听到。啊？就是我一直在找你，找了你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在门口，然后那个不是，你先听我说，你先别生气，你先别生气。外卖来了，我在那吃零食，就其实你找我没找到，我是真的在隔壁那边，我没有要和别人在那我起啊。我找你半小时，我没有生气，就是我说那我在里面等你，然后我进去等你的时候，你就跟李真去聊天了。因为确实有些话想要说，我觉得那也有，那我觉得也有个先来后到。我把总要爆炸了。他要生气了。我那句话真没听到。那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你找我是啥事儿吗？现在不想说了。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话，我比较想听你的想法。我从刚才你说的，就是你跟李真聊天内容，我听不出什么。所以你找我到底什么事？我找你有事，我等会再说。跟这个没关系，另外的事情。那我现在想知道不行吗？
他没有回答。对呀，他就是今天我们赢了，有邀约特权啊。周幽灵还是说了，他还是优先了柳柳的诉求，就是就这个事。然后是去哪？所以我找你啊。你要跟我商量去哪？对啊。那明天看日出去怎么样？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所以我就急着找你，我想就是早点跟你说好，就早点睡觉。就是那，所以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跟李正聊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对你有好感的意思吗？我觉得幼龄这个情况还是需要问清楚的。就简单一点。我不聊别人吧，就我聊我自己吧。好，那我就聊你啊，就是那你怎么回答呢？直接一点就是我现在有犹豫和退缩的部分。什么叫犹豫退缩的部分？就是我在我们的关系里有犹豫和退缩的部分。我和你是吗？对。可以。啊？什么叫犹豫和退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我的心悸。我感受不到，然后我也接受不了。为什么？我觉得那就算了。哇塞！哦，这叫霸总。就是如果你有退缩的话，我觉得就算了。你俩确实挺直接的。那我已经按我的性格，其实我已经算憋了挺久的了。我比较看重偏爱感，就是我还是比较希望这个关系清晰一点的。得到答案就是还在端水。每天有很多疑问，很不明朗，就像看着水一样。那你是想跟我一个人深入了解呢，还是想跟大家深入了解？没有什么大家什么概念。我听不懂。你昨天和今天跟杏仁，你有没有觉得他对你表露什么喜欢的这种情绪？但我觉得这个是权利，首先我不好在这里说。我们的关系里有犹豫和退缩的部分。他说在这个关系里面有点犹豫和退缩。那我想退缩就算了。就这样吧。可是我话都没有说完哎。算了。哎，你私聊结束？这个私聊对他来说太伤了。幼龄是一个人吗？看不清。是一个人。我有跟他说我跟李正在聊啥，然后他又很直白的问我，他说所以你现在的想法？我说我现在就是有退缩和犹豫，然后他就说那就算了吧，说如果是什么以他的性格，他早就憋不住了，然后他就直接走了。我说可是我话没有说完，他说就这样吧，然后他现在直接出去和其他人聊天，我觉得 amazing。
就不想聊了，没有，就是聊的，反正他也跟他不知道乌里麻里说什么东西，这是大混混。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我有点被吓到，就是可以直接，哇，就是可以完全不听，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你说让我现在回去睡觉，我觉得完全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冲击了。我的感受难道不重要吗？我现在心急的点就是，我觉得我的感受，不管是没有被我自己提出来，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仅凭着一些好感，但是有问题在，就是有一些沟通的问题在，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的。所以我说我心急，我有退缩和犹豫，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如果要我直白一点、诚实一点讲的话，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呢？我一直是这个态度，就是你犹豫就算了，不需要犹豫的事情。我是打直球的，我在感情中我是不喜欢博弈和拉扯。但是你现在已经第10天了，然后你还在犹豫，就是你不够喜欢呗。我完全是不能接受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因为我觉得今天已经说得很明白，然后我今天打算体面退场。我意识到这点，我就想说，那我就快点确认我的心意，因为我觉得我对幼云确实是有好感的，然后跟他在一起也会比较开心，就是感觉是日久生情，慢慢的那种。但是这2天我发现跟他沟通好难，就是我跟他直白的说、隐晦的说，好像都得不到什么回应，他跟我想的沟通方式不太一样，他的反应让我很有压力，然后我就会动摇。开始的时候说，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在感情里面去逼问对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不逼问，大家就没法往下走。对，我觉得幼龄这个情况还是需要问清楚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做错，把老实人给逼疯了。我现在觉得我前面就发言很危险，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这个局面。没关系，在1集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很明确的，我们感觉到柳柳其实在感情里非常的不成熟，他老是沉浸在感受里，他完全不看所谓的事实，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犹豫不决和感受，别人也会有受伤的感受，他高估了别人会一直留在他身边的决心，他没有意识到这次来参加节目的人其实都很优秀，都很骄傲。骄傲的人不能接受自己一直处在被选择的这种地位里面，他其实这种做法非常的伤害到别人。我跟你讲，他就是谁都不想伤害，但是最后谁都伤害了，连自己都伤害了。对。你有没有发现周幼玲后来还是先回答了柳柳？你知道这个细节代表什么？就是这个两性相处当中，这个不是说尊严是什么，就是这一刻妥协的那一方还是周幼玲。对，他看
看起来他的性格是攻击的，你说话你是不是喜欢我？其实他一直是嘴上说的攻击的，是行为一直在妥协。霸总现在在我们心里1.3米吧，大概没有1.9米了。这种霸道，我是第一次见。但是还是希望幽灵他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那个其实有一点伤人的。对呀，我们在求证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方式可以温和一点？他这个有点压力的方式，其实不太利于双方去沟通这件事情。也许可以期待一下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更加深入的有效沟通。对。所以第5季的节目总的来说是让我们心脏很起伏，然后情绪起伏很波动的一集节目。我们也确实很想要密切的关注到他们3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故事当中又会产生哪些变化。对。但是我们在半熟的海岛上，还是不要忘记，我们看到了很多双向奔赴的甜，然后也有非常体面放手的酷，及时止损的清醒。对。那我们接下来的心动故事呢，也依旧会继续。那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根源重塑发新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再见。向他发出邀请吧。我选谁啊？只有你教我。萱萱姐姐，姐姐姐姐。哎呀，这2个人太甜了吧！哦，帅哦，帅的帅的帅的，嘴角都已经咧到耳朵。这不得迷死你！好东西怎么都被你赶上了？这个也被赶上了。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很可爱的词我也从来没听说过。那你现在听到？为什么觉得这有点浪漫啊？他们俩中间真的一直有一种微妙的状态。他手在画他，嘴上也在画他。他拍他们拍他了。镜头里有丹琪了。后面悄摸摸的是谁？半熟小屋在明天将迎来海岛生活的最后一个约会日，请在1小时内完成邀约。1小时，赶紧走！我决定不对任何人发起邀约。啊！我需要再冷静思考一下。他想等，这是一个让你听到他答复的一个契机。我想约李正。来了，李正。谁呀？聊一下吧。哇！世界名画，这也太抓马了。我推你。再甩一下。汉堡也吃啊？你点的我都吃。我点的我什么？那你有什么是不吃的？都吃。那你知道每次你在我这的排名是什么吗？我觉得应该是第1吧。你一直是第1。紧一点。守株待兔。这里有一只棋在蓄势待发。萱萱可以把这礁石直接抬起来。姐在这 emo 上了。你当时什么感受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5观后感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爆饭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6月1日起 ，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周6、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